Hello， 大家好，我是夏武。我从高中的时候，我读的就是高职，所以我基本上从高中开始呢，我就已经被纳入台湾技职教育的体系里面了。那大学很显然的也是技职教育嘛，所以再加上我现在在延毕，我已经成为一个台湾技职体系的受教生的第8年了。然而，这差不多这7、8年的时间呢，我看到台湾的技职体系有非常多的问题。我觉得我想要讲出来跟大家讨论一下。那今天这部影片呢，基本上就是以我观察到的事情，还有我身边的一些师长啊，或者是说朋友们观察到的观点跟生活，就是他们在学校的生活跟观点，用来做一个统整。所以今天这部影片呢，说真的，参考就好了。我今天做这部影片，我确实是想批判台湾的教育体系，但是我想用讨论的方式去批判。OK，You're right， 懂吧？你们不懂也得懂。首先，我相信应该大部分的人都知道，学校的老师啊，就是主要是有在教课的老师，他们基本上会分成兼任教师跟专任教师。然后这一点，我觉得你如果是真的就是去读高职，然后你真的想从你选的科系学到什么的话，你会发现一个状况，就是你从兼任老师那边学到的东西，永远都会比你从专任老师学到的东西还要来得多。原因也非常简单，因为专任老师他们现在主要的职业就是教书教学，而对于兼任老师来说呢，教课教学只是他们的兼职而已。所以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毕竟因为是技职教育，所以我们会非常需要知道我们业界第一手的讯息。这个时候，因为兼任老师他们本身就还在业界工作，教课教书只是他们的兼职而已，所以他们很快就可以把从业界到来的第一手资讯传递给学生。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得先说，我说这一点，我并不是说学校的专任老师不好，学校的专任老师也有很多教得很用心的。而且毕竟我是读表演的，我也遇过蛮多老师，他们就是学着学着发现，我好像真的不太适合站在舞台上，所以我还是当个教师来教课好了。但是台湾的教育高层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他们会希望学校有越多的专任老师越好。为什么？因为专任老师除了要教学以外，他们还要处理学校的行政跟招生。基本上现在很多的高职，我必须说真的很多的高职，我个人觉得他们的做法就是引来一些业界的名师啊，然后把他们打造成一个活招牌，然后去培养一些学生，把他们搞得好像很厉害，然后就会有一些新生看到学生说，哇塞，他们感觉好厉害，我在这所学校一定会变强，然后我一定要进去读，这样子就造成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恶性循环。毕竟为什么会有学电这个词的产生？很多学校其实不在乎它可以带给学生什么，他们只在乎可以从学生的口袋里、学生的家长的口袋里捞到多少钱而已。再来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相信非常多高职生或者是大学生啊，应该都会非常的有共鸣，就是基本上任何学校的硬体设备都超级老旧，很少有学校愿意去引进比较新的设备。我之前还在高中的时候啊，有些课我们基本上会需要用到电脑嘛，因为我高中是读影视科，那我们有时候需要剪片，但是我有稍微去看了一下他们电脑的效能，完全就是他们的 CPU 啊，完全就是几十年前的 CPU， 然后 RAM 如果有给到一个8G， 真的就该偷笑了，然后还装一个很烂的绘图卡。就连到了大学，我就算跳槽到表艺系啊，因为我们学校有影视系，然后我们学校可以跨系选课，所以我有跨系去选几堂影视系的课。然后他们有些教室的电脑，我一开始看的时候，真的我觉得我快要吐血了。跟刚刚讲的一样 ，CPU 还在用好几十年前的，然后RAM 给到个8G， 真的就该偷笑了。显卡好的一点的话，或许会有独显，但是那个独显，我觉得我看过最高阶的，顶多叫 GTX 750而已。如果你们这些都听不懂的话，我直接总结一句：这些设备基本上都是好几十年前的设备，用来应付现在的剪辑，我可以说完全不够用。虽然你说要用那些设备学习一些基本的东西，可不可以？说实话，其实也可以。但是学校教给我们的东西，难道就只有基本吗？我们学完基础之后呢，要继续的往上爬。但是光硬体这方面就在阻止我们继续往上爬。而且就像我刚刚讲的兼任老师跟专任老师的问题，几乎很多比较新颖的设备、比较新的知识，甚至是业界会比较常用到的知识，很多都是兼任老师带我们见识到的。专任老师有些也会带我们见识到，他们可能跟业界的一些人可能还有一些联系，所以他们还是可以带给我们一点点，但是还是远远不比兼任老师多。再来就是很多人对于高职的刻板印象，重则的话，很多人就是觉得读高职的人都是社会底层。我必须说实话，这句话虽然听起来很歧视，但是我觉得我还算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说实话，
高职这种东西，它的门槛真的相对比高中低太多了，所以很多人真的把高职当成是一个卖文凭的地方。反正我随便做什么，学校都会给我一张毕业证书，毕竟学校也希望你毕业。说实话，你说混学历这件事情，我有没有在做？说实话啦，我有在做。但是我之所以选择混学历的原因，是因为我在读高职跟大学的后期，我发现真的没有很多人会继续去走这一行，大家基本上都提不起劲。你基本上能在班上、能在学校可以找到可以合得来、可以合作的人，那几个而已，手指头数得出来。所以到了很后期呢，我就是尽量的还是把自己的本分做好，就是他们要做毕业制作，然后要去拍摄，我还是会去做拍摄，而且我不会对自己的选择有半句怨言，因为我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那至于为什么会有以上问题呢？学校的经营是不是真的出了问题？一定有。尤其现在要少子化，非常多的学校争分夺命的在抢学生。而且刚刚我前面不是有提到兼任教师跟专任教师的问题吗？其实非常多学校都会非常希望那些在业界有知名度的兼任教师，他们赶快来学校做正职。为什么？讲难听一点，就是想要把那些兼任老师挖来学校，变成他们的赚钱工具。我刚刚前面也讲了嘛，弄一个我们有一个好老师的活招牌，然后吸引一些学生进来，然后学生觉得哇好棒哦，学校有这个老师，然后他带出来的学生都这么棒，然后结果进来发现一堆人混学历就算了，还什么都不做，不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学校的硬体设备老旧，而且青少年时期是最容易受到同侪之间的影响的。很多人可能会听身边人会觉得啊，我读这个科系没有未来，他就这样觉得没有未来了，然后就开始摆烂，然后完全忘记自己当初选这个科系的初衷是什么。甚至他就算知道他选择这个科系的初衷是什么，他也会觉得他想放弃，因为看到这个氛围，看到这个环境，他觉得我的人生要这样，我不可能在这个科系发生什么。所以很多的高职生跟大学生啊，他们出社会之后呢，会有一个非常极大的现象是，他们的工作跟他们原本就读的科系会有很大的分化，甚至完全不同。当然，这个也会根据科系产业的不同跟社会状态的稳定来有一些不同的状况。但是我相信学校的同侪相对应的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原因之一。好，那影片的最后呢，我只想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假设一个国中生跑来问我究竟要读高职还是高中？我说真的，虽然我是读高职，但是我会这样子跟他说，我会觉得你的热情度一定要够，然后你要不容易受到同侪的影响，然后你要读高职的话，也是尽量去选口碑好一点的高职。我从国中的时候我就开始自学影片剪辑跟影片拍摄相关的东西，但是我必须说，我读高职的这3年，因为我本身就已经有相对应的学习经验的关系，我在读高职的时候，学校基本上没有教什么新的东西给我过，基本上在课堂上教的东西，要么是我在之前自学的时候我就已经接触过了，要么就是我可能之前学过，但是没有学得很透彻，但是在学校听了一下说哦，才发现原来是这样。所以有时候学校的活动，就有时候也去支援嘛，拍一拍嘛，当做练习这样。对了，我再补充一点，通常这种技职教育类的班级，为什么有经验的会比较吃香？因为说实话，没有经验的学生，除非他自己主动去烦老师，那不然老师基本上不会鸟你。而且说实话，很多技职类的技能，你如果没有自己先做功课，自己先了解的话，你就算想要去问老师，你也不知道要从何开始问起。其实说实话，我读高职跟大学的时候，我身边都有很多朋友在抱怨，说学校根本没有教我什么，很多东西根本不是学校教我的。虽然我自己也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但是我还是希望总有一天这个问题可以得到改善。技职教育最大的目的是为了要让学生有技能，学生可以顺利的进入职场，而不是你们这群教育部高层用来赚钱的工具。